欢迎来到轻声慢读。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书是现代女作家丁玲的经典之作《沙菲女士的日记》。丁玲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38节有感》，其中有一段写道：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而离婚的口实一定是女同志的落后。我是最以为一个女人自己不进步，而还要拖住她的丈夫为可耻的。可是让我们看一看她们是如何落后的。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有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她们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帮助的密语之下结婚了。于是她们被迫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她们也唯恐有落后的危险，所以她们四方奔走，厚颜的要求托儿所收留他们的孩子，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地去吃着堕胎的药。而他们听着这样的回答：带孩子不是工作吗？你们只贪图舒服，好高骛远。你们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负责任，谁叫你们结婚的呢？于是他们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而离婚大约多半都是由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提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该女人受诅咒。身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有认定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光下弹琴，花前吟诗。这是丁玲这篇文章中的一段。我在读了这篇文章后大吃一惊，丁玲简直不像是距离我们将近100年的女子，她就像是我身边现在的一个同学或者是朋友，像是现在到底要不要结婚，为什么不生娃，这些探讨话题中的主人公。我回过头再去读丁玲的作品，发现好像有2个丁玲，一个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那个丁玲，她出现在语文课本上，而另一个是沙菲女士的日记里的丁玲，她前卫而耀眼，到今天也并不广为人知。我们今天就来讲讲沙菲女士的日记，这是别人没有能够写出，而新闻学史上也无可替代的作品。沙菲女士的日记是一部日记体的小说，时代背景是上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大革命失败后，整个国家的青年一时找不到出路，产生了普遍的苦闷与彷徨。特别是那些从封建旧家庭冲出来的新女性，她们渴望真正的爱情和新生的道路，但是在冷峻的现实面前，往往陷入幻灭与孤独，就是一群找不着方向，不知道该怎么办，有点丧，有点郁闷的人，和我们现在很多人的状态有点相似。小说的主人公沙菲是一个具有复杂性格的女性形象，当然她身上是有着悲剧的一面。她出身于封建家庭，但是勇敢地冲破了家庭的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和真正的爱情。沙菲遇到了一个性格温柔的男孩，我们叫他伟弟，但因为这个男孩子缺乏阳刚之气，沙菲就拒绝了伟弟的爱慕。随后沙菲被外貌出众的大学生林吉士所吸引，尽管在理智上沙菲非常鄙视林吉士，但是仍然被他的美色所诱惑。最后沙菲为了征服林吉士用尽心思，但在关键时刻又恢复了理智，为自己的堕落感到自责和痛苦。经历了这么一系列的情感与理智的考验之后，沙菲决定悄然出走，远避人世，来摆脱林吉士的纠缠。有没有觉得这好前卫？里面既有备胎还有男色，这怎么会是那个时期的作品呢？没错，同时期可以跟沙菲女士的日记相提并论的，还有曹禺的雷雨、张爱玲的金锁记。这些作品大家有没有发现，都聚焦于女性的觉醒、挣扎和追求，以及女性在新社会、旧社会、新思潮、旧规矩之间的种种冲突和抉择。今天的我们依然要面临种种的困境，我们该怎么来读懂沙菲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三角恋故事。在一段关系的相处中，至关重要的莫过于通过种种的经历和不一样的人，发生对自我内心世界的深入探索，就是认识自己。这不仅仅意味着我们要勇于面对自己，理解最真实的情感、欲望和恐惧，还需要我们在与伴侣的互动中，不断的反思和调整自己的心态与行为，坦诚的沟通，尊重对方，同时坚守自己的底线。甚至每一次的犯错，都是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也是对外部关系的梳理和升华。我们从头讲起，沙菲女士的日记从12月24号开始记录，总共由34则日记构成。
在开篇日记内容的第一句就是今天又刮风，天还没亮就被风刮醒了。我知道这是怎样都不能够再睡得着的了，我也知道不起来便会头昏，睡在被窝里是太爱想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上去。医生说顶好能多睡多吃，莫看书莫想事，偏这就不能，一晚总得到2、3点才能睡着，天不亮又醒了。从这个开头我们就能得到很多信息。沙菲显然有点像林妹妹，高敏感，身子骨弱，知道要养着自己，应该多吃，少看书，少想事，可是偏偏做不到，有点内耗，一到晚上就翻腾得厉害，非得熬到2、3点钟才能够眯上眼。所以他只希望冬天能赶快过去，到时候自己的身体可能会好一点，也可以到学校里面去，多一点社交，分散一些注意力。起床后，沙菲就开始了一天的忙活。他要干什么呢？他煨着牛奶，这牛奶可不是为了喝，而是为了打发这无聊的时光。他一天能煨好几次，或者就是看看报纸，听窗外走廊上的声音。时间久了，他就会对所有的事情感到厌烦，甚至自己生闷气。这枯燥的日子日复一日，沙菲非常想生活中能够有新鲜的东西。不知道宅在家里的人会不会有这样的体验。吃过午饭，新鲜的人来了，就是伟弟。伟弟常常来探望他，将沙菲从枯燥的生活中拯救出来。沙菲在日记中写道，我一听到那特有的急促的皮鞋声从走廊的那端传来时，我的心似乎便从一种窒息中透出一口气来，感到舒适。你宅在家里没事干，一旦有人说来咱们一起打游戏，那个叮咚微信一响，你就很高兴。这就是很多人的想法，怎么能从无聊中摆脱出来呢？那最好要有人。伟弟非常真挚地爱着沙菲，但是他完全不懂沙菲，两个人并不能够心意相通。沙菲说，我总愿意有那么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呢？可是当伟弟离开的时候，沙菲又因为害怕寂寞而感到惆怅。伟弟也很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常常晚一点回去，但这样只会让沙菲觉得这个人太好指使了，并且觉得他对自己的爱很笨拙。你看，付出多的这个人在这个时候是不被珍惜的，因为两个人不匹配。在12月28号这一天，沙菲请了好友玉芳和云玲一同去看电影，原本想着能借此机会放松心情，可是玉芳偏偏邀请了建茹来，这让沙菲心里头很不是滋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叫建茹的人容貌举止像是沙菲小时候的一个朋友，沙菲曾经给那个朋友写了足足8封长信，但是人家没搭理他。这件事就像是一根刺扎在沙菲的心头，所以他对容貌相似的这个人有一种隐约的讨厌。到了电影院，沙菲就看了看门口那一群同乡的小姐们，惯做的笑靥让他感到厌恶，他不愿意去理他们，甚至无缘无故地生起气来。最终他丢下所谓的客人们，自己悄悄地跑回家了。沙菲知道自己这样不好，肯定不会给大家留下好印象，但是正如他自己在日记中写的，说别人说我怪癖，他们哪里知道，我确实常在讨人好，讨人喜欢。不过人们太不肯鼓励我说那些太违心的话，常常给我机会，让我反省我自己的行为，让我离人们却更远了。所以沙菲知道自己敏感、猜疑，容易内耗，容易纠结，他也对这些有自我反省，同时感到难过。可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难以纠正自己的行为。第二天，沙菲被一阵电话铃吵醒，是好友玉芳打来的。玉芳告诉他说建茹生病了，而且生病的原因是沙菲。建茹想要跟沙菲见面，跟他解释一些东西。沙菲听完，心里面五味杂陈。接着伟弟就来了，他从东城买了很多信纸信封，兴冲冲地来找沙菲玩。看着伟弟那个快乐的样子，沙菲故意去捉弄他，然后就把伟弟气哭了。沙菲反而感到一种快意，并且说，请珍重点你的眼泪吧，不要以为姐姐像别的女人一样脆弱的受不起一滴眼泪。你看，沙菲的内心始终很矛盾，她渴望真正的爱情，但又害怕受伤害。她既想要自由的生活，却又觉得现实中的无聊困顿让她非常的困扰。她享受着伟弟对她的陪伴，对她的感情，可是当伟弟在面前的时候，她又不珍惜这个人，捉弄他，看不起他。那伟弟走了以后，沙菲也会感到懊悔。她甚至在内心真诚的希望伟弟不要再继续爱她这样一个不真挚的女人。在1月1号那一天，沙菲认识了一个新的男人，
白天，他百无聊赖地等着伟弟来看望自己，为此还准备了水果、点心。可是伟弟没有来。到了晚上，好朋友玉芳和云玲来了。沙飞看着这一对有情人，不由得感慨，说这两个人的生活才算幸福。他就在日记中感慨道，幸福不是在于有爱人，是在两个人都没有更大的欲望，商商量量，平平和和的过日子。可是沙飞能够过这样平平和和、商商量量的日子吗？不一定，这就是每一个人的性格。那么拥有这样个性的人，他就应该被别人唾弃、指责和批评吗？当然不是，他要为他自己的生活做主，承担相应的代价。那么玉芳和云玲带来了一个高个儿的少年，这个少年外形俊美，和云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身躯颀长，面庞白嫩，薄唇软发，外形条件比较优越。当他递给沙飞名片时，沙飞十分动心。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林吉士，他是新加坡人。沙飞在这个人的面前显得非常局促，他不敢用眼睛直视对方，也开始觉得自己的穿着可能有点不得体，觉得自己是不是看起来又呆又傻气，就有点自卑，有点畏缩，有点紧张。这就意味着你把对方看得太重了。云林跟玉芳两个人以为沙飞不喜欢林吉士，就把这个男子带走了。在他们离开后的2天，沙飞感觉更加孤独了。他的病并没有好转，整宿的咳嗽，吃药也不见效果。整整2天，他只收到一封从前的爱慕者寄来的信，满纸都是爱，爱得让人感觉非常的肉麻。在这几天里，他会常常想到林吉士，想着那个只见了一次的男子，说他为什么不来看望我呢？难道我没有吸引住他吗？沙飞甚至想去主动的找林吉士，但又觉得一个女人这么做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沙飞就这么纠结着，想不出有什么好法子，于是就决定先到云林那里去转一圈。云林是京都大学的学生，沙飞在跟云林的对话中就得到一个消息，林吉士就住在第4寄宿舍，在京都大学2院的隔壁。然后沙飞就撒谎说想住的跟朋友们近一点，自己也准备在这附近找房子。其实他内心的想法就是能不能多靠近林吉士，制造一些机会。那么朋友们就相信了，都在积极地帮沙飞找房子。就在找房子的期间，沙飞凑巧地碰到了林吉士，他特别高兴。林吉士显然还记得他，就问说你的病怎么样了呢？沙飞说我全好了。林吉士并不相信，但是就看着他笑了。沙飞最终决定搬家，搬到一个又低又小又容易发霉的房子里面去，但他一点也不介意，并且决定第2天就搬家，因为这个房子就是在林吉士和云林的附近，所以这让沙飞非常的满意。能看出沙飞虽然身体弱，但是意志很坚定，而且是一个坚定执行的人，行动派。但是他对外是绝不肯说明自己的心意的，他只说自己等不及，想跟玉芳他们在一起了。后来沙飞特意跟云林说，他想让林吉士来帮自己补习英文。云林就笑了，可是林吉士却有一点尴尬，不好意思的含含糊糊的回答。沙飞经常也会冷静下来，反思自己对林吉士的主动靠近，毕竟他并不了解关于林吉士的任何情况。难道这就是爱吗？爱会让人如此的盲目和冲动吗？于是沙飞又会开始对自己白天的行为感到懊悔，觉得这绝不是一个正经女人的所作所为。你看，这才是爱情中真实的状况，它绝不是简单的用恋爱脑或者是理性来左右的，它往往是2者交织并行的，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动心。在1月6号，沙飞在日记中写道，自己搬了家之后，朋友们都来新房看望，伟弟也来了。伟弟最不喜欢沙飞搬家，因为第一个，沙飞搬家没跟他商量；第二个，沙飞搬家以后，距离伟弟更远了，他见面不方便了。可是沙飞当然要搬，因为他并没有那么重视伟弟，他就是想跟林吉士多接触。可是沙飞搬来之后，跟林吉士的联系并不多，见面也没有多聊什么话题。沙飞再也不提补习英文的事情，相反，林吉士却开始展现出他对沙飞的关注。他1天2次往云林那里跑，还问了好几次沙飞搬家后感觉如何。沙飞随便回答了一下，装作听不懂这话背后的含义。可是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要那样东西，我还不愿意去取得，我务必想方设计让他自己送来。对，这就是一场较量，这是爱情中谁先主动的较量。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也写道，
白流苏跟范柳原之间也有过这样的较量。白流苏是一个离过婚的女性，她在家族中地位很尴尬，那么渴望通过婚姻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可范柳原呢？他就是一个风流倜傥、玩世不恭的富家子弟，并没有想过要跟一个人安定下来，进入婚姻。两个人相遇之后，白流苏就反复试探那个男子，试图让范柳原对他产生兴趣，并且主动的追求他。所以那种成年男女之间你进我退，然后随时观察、博弈、动小心眼的情景，被张爱玲写得非常的深刻和生动。在沙菲女士日记中也有这样的表现。有一天晚上，沙菲在云林那个地方坐到晚上10点才回来，他们聊了很多关于鬼怪的故事。沙菲其实是有点害怕的，林吉士就提出陪他走一段，走过小胡同，让他放心一些。林吉士就揽住沙菲的腰，沙菲想挣脱开，但挣不掉。林吉士把沙菲送到了房间。这个时候，沙菲已经不再大胆了，他开始感到害怕。他让林吉士坐下，林吉士问他：沙菲，你还高兴读英文吗？沙菲明白这个男人的意思，但他说自己读不好，害怕丢人，就不学了吧。林吉士玩弄着桌上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是沙菲的一个姐姐刚满1岁的小孩。沙菲起了一个开玩笑的心思，问林吉士说：这个照片上的人跟我像不像呢？还抢过那个照片，告诉林吉士说：这是我的孩子，还吻了一下照片上那个小孩。林吉士就真的信了。这天晚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可是林吉士走后，沙菲突然感到懊悔。他为什么要说谎呢？为什么要逗弄林吉士呢？其实这是沙菲的一种拒绝。如果他不显露出这种拒绝的态度，这天晚上林吉士一定会做出更大胆的事情。沙菲开始质疑起自己的眼力，感到后悔。当别人靠近，他觉得害怕；当别人离开，他有一点懊悔。这是非常真实的。所以丁玲在这个时刻是一个敏感的、性感的，并且特别大胆的丁玲。接着往下看，后来的几天，沙菲的病加重了。林吉士连续几天晚上都来，对外说他要帮沙菲补习英文。可是当沙菲真的拿起一本书放在林吉士面前的时候，林吉士就真的教起来了。但是沙菲突然又显得很冷漠，他总是拒绝林吉士对他的示好，这让林吉士很不高兴。林吉士每天离开的时候，沙菲也会感觉到歉疚，他会说：原谅我吧，我有病。林吉士错误地理解了沙菲的意思，以为这是沙菲跟他客气，就会告诉沙菲：病有什么要紧呢？我是不怕传染的。林吉士想突破两个人的关系，让他们变得很亲密，可是沙菲并不愿意。所以后来沙菲想想，觉得林吉士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单纯。在1月16号，沙菲收到了韵子从上海来的信。韵子是她的一个好朋友，已经结婚了。她嫁的丈夫是伟弟的哥哥。韵子这封信很长，信中并没有明明白白地说清楚发生了什么，但字里行间流露出她对感情的绝望。韵子在信里说：我的生命，我的爱，都与我无异了。她将婚姻里的那种不幸福和种种的问题显然传递给了沙菲。可是这些情绪要怎么解决呢？沙菲看完之后十分的伤感。伟弟来探望他的时候，他就把这封信给伟弟也读。伟弟也非常的难过，就哭起来了。沙菲在伟弟哭的时候，对他说了很多残酷的话，然后沙菲一个人就悄悄地出去了。他去冷寂的公园里转了一圈。眼前的情感纠葛，韵子的婚姻经历都让他感到难过，而且他也不愿意安慰那个软弱的伟弟。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不知道怎样度过那些时间，我只想多无意义，倒不如早死了干净。就是认为如果不能如愿，那就索性不要活了，这就是年轻人的冲动。随后的1、2天，沙菲开始对人生感到怀疑。他重新喝酒，结果喝酒加重了他的病情，他开始吐血。朋友们都非常担心沙菲。沙菲昏过去了，在他醒来的时候，大家都在他身边围着。沙菲看到每一个人的脸的时候，觉得这个场景就像临终告别一样。大家都说天亮了，要送沙菲去医院。沙菲请朋友们帮他拿一下东西，说床铺底下的箱子里有几捆花手绢的小包，里面全是信件。然后伟弟又找出几张自己的照片，要沙菲也带着。这个时候气氛才轻松了一点。沙菲笑了。天快亮的时候，大家开始找洋车，沙菲的住院生活就此开始了。这个日记一直到3月4号才重新更新，这中间断更了。
重新更新是因为沙菲的病已经慢慢的开始好转，这段时间他一直在住院。1号的时候，大家把他送回公寓，并且把屋子打扫得十分干净，还给沙菲生了暖炉。你就觉得朋友们真好，对吗？那种年轻的友谊，而且大家又比较闲，就有心思来照顾自己重视的人。还有朋友充当了沙菲的看护，决定再陪他住几天，等天气暖和的时候，重新找一个房子，最好能在西山这一带，让沙菲能够安安静静的养病。这些朋友们对沙菲的关爱，让他的心又重新变得温暖起来。在医院期间，林吉士常常来看望沙菲，沙菲心里觉得非常骄傲，因为那些医护们都在羡慕沙菲，因为林吉士长得太好看了，大家还是颜控的。可是沙菲既不承认林吉士是他的同乡或者同学，也不说明他们之间是普通朋友关系还是恋人关系。也有人问起另外常常来看你那个伟弟，他究竟是谁呢？为了躲避麻烦，沙菲便撒谎说那是他的弟弟，所以这说明沙菲对自己的情感并没有想清楚，他就无从选择。这个时候的沙菲虽然身在病中，却因为被身边的朋友家人记挂着而感到无比的幸福。在3月4号这天，林吉士再次来探望他，因为沙菲已经回到家里了，他就跟沙菲说，这1个多月以来，林吉士跟云玲和玉芳闹了不愉快。为什么呢？因为林吉士希望沙菲早些出院，可是云玲他们不同意，所以他们就发生了冲突。听说玉芳会来沙菲这里看望他，林吉士就提前离开了，以免见面很尴尬。这就让我们看出沙菲的朋友圈出现了裂痕，这个关系应该怎么相处呢？到了3月8号，玉芳搬回去了，她来陪沙菲住了几天。这段时间，沙菲跟林吉士没有见面。那么现在玉芳走了，伟弟就想替代玉芳来看护沙菲，被沙菲拒绝了。他们2个人在聊天的时候，林吉士来了。所以有没有发现林吉士很关心沙菲？就看这里，一旦玉芳他们走了，矛盾不见了，林吉士就出现了。林吉士跟伟弟就见面了，他们之前在医院见过2次，但是这一次伟弟见到林吉士却不理他。沙菲就笑着跟林吉士说，这是我的弟弟，小孩子不懂交际，你常来同他玩吧。伟弟听了沙菲这个话，真的就像小孩子一样，丧着脸站起身就走了。他是生气了，他觉得沙菲对待他没有比对林吉士更不同。后来伟弟单独来找沙菲，一进来一言不发，然后就开始哭，哭完还要宣告说我不喜欢他，这个他当然是指林吉士。沙菲只觉得可笑，这种无谓的嫉妒，这种自私的占有，如果这就是所谓的爱，那只会让我发笑，而这笑自然不会安慰那些有野心的男人的。在沙菲看来，尽管伟弟的爱是真挚的、狂热的，但是完全打动不了他，他只会为伟弟感到可悲。所以到底什么才是爱呢？沙菲想要一段什么样的感情呢？沙菲好像懂得一点点，但又不能说得很清楚。他就在日记中写道，也许是因为我懂得了这些小动作，于爱才反而迷糊起来，才没有勇气鼓吹恋爱，才不敢相信自己是一个纯粹的、够人爱的小女子，并且才会怀疑到世人所谓的爱，以及我所接受的爱。所以有没有发现，沙菲不是恋爱脑？沙菲一直希望用理智来厘清自己的感情，这就是大家在讲智者不入爱河。其实内心有没有纠结呢？是不是真的很明白自己的选择意味着什么呢？在沙菲的评判标准里，感情是需要势均力敌的，如果一方过重，天平就会走向失衡。伟弟虽然爱他，但是从来不懂他，他不看重这个人，所以他没有办法真心的爱上伟弟。那么林吉士就懂沙菲吗？也不是。在3月13号的日记里，沙菲终于承认了他对林吉士的感情。他这么写道，自然我未曾有过一刻私自承认我是爱恋上那个高个儿的，但他在我的心心念念中又蕴含着一种分析不清的意义，就是他为林吉士的美色所心动，然后陷入了感情。但是沙菲也看穿了林吉士这个人，林吉士需要的不是简单的爱情，他需要金钱，他需要欲望，他需要肉体的满足，年轻的太太，他想要挥霍金钱所带来的感官上的快感，还想要抽着烟卷同朋友们聊天，如果不开心就回家找自己的老婆。林吉士想要留学，继承家产，做生意。这个美男子的内心住着的其实是一个贫瘠的灵魂。当了解到这些之后，沙菲就会对自己的爱感到懊悔。这个其实就像是林黛玉不可能爱上贾琏一样，
就是他有美色，可是他是一个空心的人，他跟林黛玉的频道对不上。此刻沙飞显然是被林吉士诱惑到了，可是他知道这个人的内心不是他所需要的，两个人不是灵魂伴侣。但即便如此，这个书中写的非常真实的就是，沙飞依然无法割舍他对林吉士的动心，而这种爱似乎超越了理智的界限，成了一种近乎盲目的感情。沙飞一方面深深地知道林吉士这个人灵魂中有很多卑劣和龌龊，他的理智告诉他要远离这样的人，你们不会长久的。但是他的情感却如同脱缰的野马，难以驾驭。他会期待林吉士到来，猜测林吉士会在什么时间段到来，还会不停地翻看着林吉士留下来的书籍。这个就是爱情和欲望的博弈。他给了沙飞美好的期待和恋爱体验，但也让沙飞饱尝了求而不得的酸楚和理智上的苦苦折磨。沙飞期待能够找到那个真正理解他、懂得他的灵魂伴侣，但是他遇到的现实就是这样一个跟幻想格格不入的人。所以这是一场爱和理智的较量，是沙飞一个人内心完成的较量，与别人都无关。在3月14号的日记里，沙飞这样描述：我因了他，才能满饮着青春的醇酒，在爱情的微笑中度过了清晨，但也因了他，我认识了人生这玩意儿，而灰心又想到死。沙飞就这样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和绝望中，所以他决定把这一切都甩开，我就到西山去养病吧，让林吉士也感受一下自己的不柔顺和反抗。这是沙飞的逃离，他给林吉士留下了一个纸条，说我有病，请不要再来打扰我，就这么走了。没过了几天，韦帝就找到了沙飞，他是来寻求和解的。韦帝非常真挚地说，只要沙飞能够感到开心，那就足够了。如果一个女人一生想要找一个忠诚的男伴，进入婚姻，那谁也不如韦帝可靠。沙飞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但同时他也知道自己很自私，他离不开韦帝的陪伴和爱，但是自己一点也不爱韦帝，而且他也没有办法毫无愧疚地去享受韦帝的付出，所以他一会儿把韦帝推开，一会儿又觉得懊恼。韦帝的情感对沙飞来说也成了一种负担。接下来的几天，沙飞就托人在西山找房子，他决定要远离林吉士。林吉士也已经好几天没有来找过他了。沙飞本来不想再见林吉士，但这个男人真的不来，他又觉得伤心了。他认为这更证实了林吉士以前的轻薄。沙飞想要弄明白，在林吉士的眼中，自己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很快机会来了，玉芳和云林邀请沙飞到京都大学第3院去听英语辩论会，乙组的组长就是林吉士。沙飞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就砰砰跳，就他听到这个名字就会心跳，但是他却拒绝了。他说我自己在生病，一方面渴望见到林吉士，在关键的时刻他又选择了逃避。这种逃避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其实这不是简单的懦弱或者是退缩。沙飞渴望的是爱情，但是他不愿意为了迎合林吉士的世俗趣味而牺牲自己，他更不愿意在爱情中失去自我，成为林吉士的附庸。所以他没有想好，他就先走开，这其实也需要很大的勇气。终于在3月21日，林吉士敲响了沙飞的房门。这让我想到那个余华在他的作品《第7天》中讲过这样一段话，说我在感情上的愚钝就像是门窗紧闭的屋子，虽然爱情的脚步在屋前走过去又走过来，我也听到了，可是我觉得那是路过的脚步，那是走向别人的脚步。直到有一天，这个脚步停留在这里，然后门铃响了，叮咚。这段话或许能够解读每一个在等待爱情降临的人站在门后那种紧张又忐忑的心情。门铃响了，那些在内心上演过千百次的小剧场全都消失不见。此刻你得面对现实。林吉士推开门走进来，他关心沙飞的病有没有好一点。沙飞答不出一句话。林吉士说，你真的在生我的气吗，沙飞？你厌烦我，那我就只好走了。沙飞就用眼神制止了林吉士，他不想让他走。然后林吉士就继续道歉，说我每天都走过你的门前，但是不敢进来。他就问，沙飞，你到底是不是讨厌我呢？沙飞此刻的心理活动很复杂，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此刻林吉士敢于拥抱他，狂乱地吻他，沙飞一定会哭着承认自己对他的感情。但是此刻的林吉士却非常冷淡。沙飞写道，我搜遍了，在他的各种表示中，我得不到我所等待的他的赐予。
所以沙菲就展现出不厌烦他的到来，不讨厌他，但是又听林吉士表白了很多浅薄的情意，沙菲就又心烦了，看不起他。林吉士走出沙菲房间后，沙菲又难过的想哭，因为他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情感，却没有对他有所挽留。你看，爱就是会让一个人又复杂又矛盾，难以被他人理解，可这一切都非常真实。没有经历过爱的人，可能永远读不懂这些。在别人看来，这一切都是沙菲咎由自取，他想向别人求的同情和慰藉，但这会让他显得十分可怜，所以他也不说，就更加没有人理解他了。吃过晚饭后，玉芳和云玲到沙菲这里来坐坐，到9点钟，沙菲仍然不肯把这一对恋人放走，他实在难以承受，就向玉芳吐露了进来的心事。可是玉芳却说，林吉士他们比不得在上海同我们玩耍的那群孩子，他们很少机会同女人接近，受不起一点好意的，你不要令他将来感到失望和痛苦。我知道，你哪里会爱他呢？听完这些话，沙菲感到更难过了，因为玉芳也并不懂得自己，他就更加的孤独了。玉芳本来想要留下来住一夜，但是沙菲把他赶走了。他觉得宁可一个人待着，也比有人在身边陪伴着，让自己倍感孤独更好。在那天晚上，沙菲还得知，林吉士其实已经有妻子了，也有过几段恋爱经历，但沙菲觉得林吉士并没有真正的爱过任何一个女人。又过了几天，伟弟来了。为了消除伟弟对他的误解，沙菲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把自己的日记本给了伟弟，让他看。看完之后，沙菲问了伟弟，你是否能够懂得我一些了？伟弟点点头，但是伟弟的点头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呢？他所理解的沙菲就是沙菲爱林吉士，沙菲觉得自己配不上他。沙菲更加生气了，他已经把日记都展示给了伟弟，把所有真实的想法一股脑地拖给别人看，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了。可是伟弟看完了之后，依然不理解他。你说我们读完这些日记，了解了这些事情，我们就能理解沙菲吗？也未必。从3月23号到3月26号的日记，篇幅变得就短促起来。我们能从这些简单的记录中看出沙菲在经历痛苦和挣扎。3月23号，林吉士说，沙菲，你真是一个奇怪的女子。所谓的奇怪，只不过是因为沙菲跟林吉士所熟悉的其他的那些人不太一样。沙菲感觉到更可悲和好笑的就是，他听了林吉士这么说，他就更想远离林吉士了。3月24号的日记就展现出了沙菲内心深处和他不理性的一面。他说，当林吉士单独在我面前时，我看着他的脸庞，聆听着他那音乐般的声音，心便在忍受那感情的鞭打。为什么不扑过去吻他的嘴唇，他的眉梢，然后还描写了一大段，如果亲吻的话，那个嘴唇会是什么样的。这是很大胆的，非常的激烈，但是出于自尊，沙菲按捺住了自己的冲动。他还写道，假使他能把我紧紧地拥抱着，让我吻遍他全身，然后他把我丢下海去，丢下火去，我都会快乐地闭着眼，等待那可以永久保藏我那爱情的死的到来。沙菲是甚至愿意为爱情付出生命的，可是那把火没有烧起来，他意识到了自己现在只是沉溺于色的诱惑中，所以他就更加的折磨了。想逃离，就加快了自己找房子的速度，他想搬得离他们远一点。在3月26号，玉芳告诉沙菲说，西山的房子已经找好了，并且还帮沙菲邀请了另外一个女伴一起养病，这样他们两个能够彼此陪伴。沙菲听到这个消息时很欢喜，但是紧接着就有一种凄凉之感不经意的产生。虽然西山距离这里只有几十里，但是完全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对他来讲还是第一次。沙菲也害怕孤单，害怕自己悄无声息地死在山上。虽然死这件事很遥远，但是沙菲却真情实感地哭了，这就是他心里的阴影面积。他让玉芳答应他每周要上山一次来看望自己。伟弟也表态说，我会每周都去看你的。沙菲就开始一个人收拾行李，因为马上就要离开朋友们了，沙菲感到非常的寂寞。这个时候他再次想到了林吉士，他根本不能忘记这个男人。3月27号，玉芳他们就先去西山，替沙菲布置房子，准备第二天再让沙菲过去。就在这天，林吉士出现了。他说，沙菲，几天没见到你了。沙菲此刻其实很想扑上去抱着他哭，但是他的眼泪都噙在眼里了。他又笑了。林吉士得知沙菲明天就要搬到西山去住了，
显得非常惊讶。他就把沙菲的手捏得紧紧的，而沙菲觉得很痛。沙菲写道：这痛是我从未有过的舒适，好像心里也正追下去一个什么东西，就是那种真实的痛感，可能就意味着真实的感情吧。就在这个时候，韦蒂来了，于是沙菲就让林吉士先走。走之前，林吉士说会来送沙菲的。然后沙菲又感到快乐，他又忘记了这个男人所有让他讨厌的、看不起的庸俗的那一面，觉得他也可以是做自己情人的人选。这天晚上，沙菲坐立难安，他的心情跌宕起伏，想着林吉士明天早上到底会不会来，想着自己的朋友们，自己在北京发生的这一切。当然他也会反思，自己在林吉士面前会不会太过主动，太过卑微，会让人瞧不起。为什么不能直白地表明自己的爱呢？一整晚他一会儿这样想，一会儿那样想，他的心像是被老鼠啃咬，又像是被火烧一般。在晚上10点的时候，林吉士来了，他向沙菲表白，但是就像沙菲写的，假使他把这串浅薄肉麻的情话去向别的女人说，一定是很动听的，可以得到一个所谓的爱的心吧，但是他却丢向我，就由于这些话语的力量，把我推得离他更远了。当林吉士伸出双臂想要拥抱沙菲时，沙菲拒绝了吗？没有，他还是接受了。他就写道：我竟又忘了一切，我临时失掉了我所有的一些自尊和骄傲，我完全被那仅有的一副好风仪迷住了，就是好色相迷住了。林吉士开始亲吻沙菲的面庞，沙菲心中想的是，自己绝不能像别的女人一样倒在他的臂膀里，然后他就开始鄙夷自己，就像鄙夷林吉士一样，所以他难过起来，伤心地哭了。他还是倒在了林吉士的臂膀里。林吉士就继续说一些肉麻的话，想要安慰沙菲。他以为这只是这个女子的伤感，或者是紧张、害羞。可是这让沙菲觉得，这个男人更加不理解自己了。终于在理智暂时占据上风的时候，沙菲推开了林吉士。他不许林吉士更进一步，不许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他让林吉士离开，林吉士真的走了。等他走了，沙菲强烈的自尊占据了上风，说为什么呢？给一个如此我看不起的男人接吻，既不爱他，还嘲笑他，又让他来拥抱。真的，难道就单凭了他有一种骑士般的风度，就能让我堕落到如此的地步吗？此刻，理性又在批斗他的感性。沙菲觉得自己被糟蹋了，而且糟蹋自己的人就是他自己。就这样经历了一系列感情的波折和内心的挣扎后，沙菲既不愿意留在北京，也不愿意前去西山了，所以他当即决定搭车南下，随意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他想要逃离所有这一切。我觉得这里面丁玲写的是非常真实，而且他把人一层一层的剥开，很准确，像手术刀一样的无情，但是很坚定。这就是一个理智的人，一个尊重真实的人。沙菲意识到，无论是韦蒂的深情，还是林吉士的虚伪，都没有办法给他内心真正渴望的爱情和理解。面对韦蒂的求婚，沙菲深深地感到自己没有办法给韦蒂同等的爱，所以他不愿意步入婚姻。可是，面对林吉士对他的诱惑，他也知道那只是肉体上的吸引。林吉士卑劣的灵魂和庸俗的生活方式是让他深深失望的。所以在这种激烈的碰撞中，沙菲选择了逃离。他决定去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尽管这一番情感经历让沙菲陷入深深的痛苦和绝望中，但是一想到自己还会有即将开始的新的生活，那一切也许都是新的，沙菲就又从伤痛中兴奋起来。这就是沙菲的故事。作者丁玲曾经说过，林吉士并不是一个男人的化身，他只是一个理想的美的化身，是沙菲追求完美男性的一种幻想。在我看来，沙菲比鲁迅伤逝中的子君等等这些新女性要大胆得多。我们也讲过伤逝，沙菲是标新立异、特立独行的，她敢爱敢恨，绝不矜持。实际上，在沙菲女士的日记出版后，当时就有很多读者大受震撼，那是一个飓风一样的现象级读物。他们一边把沙菲和丁玲本人的经历关联起来，说这个小说的故事和丁玲本人的情感是具有高度相似性的，一方面又反复地剖析丁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丁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1924年，丁玲来到北京，她已经是一个有名气的作家了。同样，另外一个作家胡也平很快就爱上了她，两个人才见过几次面，胡也平就追到了丁玲在湖南的老家里去，见家人要宣誓主权。
但是丁玲对胡也平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她曾经说，我那个时候对恋爱毫无准备，也不愿意用恋爱或者婚姻来羁绊自己，我是一个要自由的人。对于后来出现的另外一个男人冯雪峰，外界看来这个人更符合丁玲心目中完美男性的样子，应该是零级式的原型。尽管创作这一部作品的时候，丁玲跟冯雪峰还没有结识，但是这个简直就像是《牡丹亭》里面那个杜丽娘，有着强烈的爱情和生命的欲望，然后呼唤一个男子的形象，最后在梦里见到了柳梦梅，然后这个梦又照进了现实。所以丁玲笔下的这个沙菲，她也是一个有着强烈欲望并不掩饰真情的女子。她想要追求那种炙热的爱，与众不同的爱，但是她一直在追求，一直在失望。可是沙菲没有妥协，她不愿意因为传统的中庸之爱就嫁人，然后组建一个平凡的小家庭，所以她放弃了深深的爱着他，但是很怯懦的韦蒂。但另一方面，沙菲也不愿意为了那种肉欲上的吸引，变成一个庸俗的生活中的妇女，类似于第一炉香的葛威龙一直在堕落。她又是对灵魂、对精神有着比较高的要求的，所以她放弃了让她迷醉，但是只会把她引入庸俗生活的零级式。那么最后这个人还有没有出路呢？他就是抱着个人的孤独的灵魂，非常倔强地离开了。他难以找寻到出路，或者说这就是他的出路。沙菲性格的多样性和矛盾性，让他面对爱情和人生时体会到的痛苦和挣扎比普通人的更加的强烈，也很难被大部分人接受。但是他的日记，他这些真实的想法，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性格，展现出的都是生而为人的复杂性。这就像丁玲说过的，我自己也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是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在丁玲笔下，沙菲敢于袒露自己对于男性的爱，敢于主动的追求，敢于对性爱有幻想。她在日记中真实的记录了自己的想法。在爱情中，她追求的是那种灵与肉的统一，这也能让我们看出54时期新女性对于爱情最朴素的愿望。也许每个女性心中都有一个沙菲，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像沙菲那么勇敢，坚持为自己行动，哪怕没有路，也要走一条路出来。在故事的最后，沙菲选择独自一个人离开，离开所有她熟悉的东西。这或许就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但也意味着这是沙菲对自由、对独立生活的继续探索。面对未知的未来，沙菲可能会踏上一段新的旅程，去面对新的世界，去体验不同的生活。这让我们发现成长非常不容易，一个女子的成长更加不容易。祝福所有的沙菲们都能够走上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路。就到这里，如果喜欢这样的分享，欢迎点赞订阅，这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下次再见。